当我有时候审视到在很高的点看到那个叶片实力抗争的时候，根本不敢相信它在几年后它会消失。所以这个城市真的是无法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。如果硬要我想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复杂的城市。反而我不会用网红城市来形容它，网红城市概括不了它。我觉得重庆它是一个很有自己内心的那个核在的一个城市。回重庆，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开心的，也没有，其实就是一种回家了的放松感。啊，我也喜欢这里的每个人呢。我觉得他们都很真诚，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，就是特别的豪爽耿直。在重庆的最后一晚，肖战去坐长江索道，往下俯瞰，沉静的老城区和新起的高楼杂糅，魔幻地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。所谓网红的背后，是一个城市悠长的底蕴，憨直倔强的精神。我从大一开始就抓表演派，然后误打误撞开始说相声，然后特别是当第一次站上舞台之后，就觉得就想一直说下去，老子天生就属于舞台。年度封箱大戏上，圆圆和小伙伴们唱起了城门谣。重庆我待了4年半了，这个城市其实很热情，哪怕是陌生人，大家对你的热情度其实也挺高的，大家也像家人一样，所以就挺想留在重庆。所以这个城市的变迁，某种程度上，我现在愿意去顺应它的变迁，但是在这个顺应过程中，我可以坚持一些东西。我没有什么远大抱负，我打这儿出去的，我要就在这儿，因为我行得最开的所有一切方法，在这儿都适用。要说的好多，但是可以把它归结一个，我得意，我打哪儿我都很得意，说我就是重庆人。星星和好友去他们收藏的另一个时光隧道。一个地下通道里的老茶馆。你说这是一帮江湖上的游子吧？我得意，我乐意，因为我爱这个城市。大众对我的认知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可能文文静静的这样一个，但是其实我骨子里面其实是很重庆人的那个性格，其实特别刚烈。当我如果在外地听到有人说重庆的不好，或者是在我面前有吐槽的话，我就会很愤怒，或者是很义愤填膺地告诉他，我说重庆就是很好。重庆是一个复杂的城市，它有一种朋克未来感。你可以看见它的依山而建的高楼，非常的魔幻，桥梁交错而建，轻轨拔地而起，在楼里面穿过去穿过来的，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城市太梦幻了。但是一个拐角，你会看见大家就聊天、打麻将、打牌，小孩就是在那儿欢声笑语，特别的质朴。然后你还会看到喝着酒、光着膀子的年轻人，满头大汗，吃着小龙虾、吃着火锅，大声的吆喝、划拳、喝酒，火热的那种气息。同乡是啊。重庆女婿老刘靠一手地道的重庆火锅征服了本地人。新年将至，军哥向老街坊赠送春联儿，在这个变化的时代，固执地延续着老城区的人情味儿。留学法国的四毛在百年山城巷里开着一家小吃店。刘福儿，给他公款。刘福儿。风光摄影师张坤坤像一匹独狼，出没在重庆最高处。在重庆，我们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，他们每天都要走过高低起伏的道路，有时站在山顶，有时又走入谷底。但每个人都深爱着这个城市，就像最终我们会爱上自己的生活，爱上生活里的烦恼、痛苦，爬过梯坎，穿过洞子，用滚烫的心拥抱生活。
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填那个相声有新人的报名表的时候，你写的啥子？我说因为我想红，没有忘了，我说因为啥子？你还写了一个证明女的也可以说相声。对啊，证明女娃可以说相声，还有一个想让我妈认同我。狼娃儿一般屋头管得没得那么严。等会儿。你是啷个说服你妈那会儿的？我妈现在也没有说好让我放心，哎，经常会念我喊我回去，偶尔也不经常，不能说经常。我妈又不好意思说伤我，我妈就问我是说很委婉问我说，你好久回来哦，她就忙完。妈妈想让圆圆当老师，圆圆让妈妈等自己3年。我觉得我累虚得很。直到去年，她在抖音有点红了，她的舞台梦才变得真实了一些。我从小到大都很听我妈妈话，我好像从小。我妈让我考重点班，我就考了重点班；我妈让我考二中，我就考了二中；让我考绵中，我就考了绵中；让我考师范，我的6个志愿全部填的师范。我高考志愿都不是按照我自己想法填的，就是家头让我填的师范。所以到了后来之后，觉得成年了就可以不听妈妈的了，就可以自己想做些自己事情。妈妈的话就不用。说后来就眼泪都止不住，就算了，我也不说回去。没眼泪吗？我喝酒了，我都很想哭。大家都很喜欢我，点头。脾气很好，性格很好。你把个人都说笑了，我没话了。脾气很好，性格很好，很会照顾人，全天下最优秀的人呐。信哥点头，镜头点头，镜头也要会点头。要不是你太贵了，我给你炸了，我跟你说。圆圆在解放碑演出，附近就是像大船一样的朝天门码头。这座乘风破浪的城市，给了这个外地年轻人无限的可能性，给了他无限的希望。2块，你晓不晓得我们要去哪点？晓得。哪点嘛2块，你晓不晓得那以前是老爷住的地方？周末，星星一家去老崇刚改造的工业博物馆玩。妈妈的老爷爷住那点儿。爸爸的外公也在那点上班。星星和妻子都是老崇刚的长子弟，小时候可能还一起在职工澡堂子里洗过澡。吵，但是原来那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地方。什么叫繁华？就是很热闹，下了班儿卖包子啊，卖油条啊，卖饭呐，大家在里头买菜呀、粥啊，商店啊，都在那点儿。2块，以前爸爸妈妈洗澡都到那儿来，那个下头来洗澡。爸爸小时候那儿来洗过澡的，说不定那阵还遇到过妈妈的。那个地方小，你看那个高炉。那你们不是工作才认识的呀？是工作认识，但是小时候我们在。是啊，那是后来才发现的。对，后来才发现，小时候可能在一个，我外公跟你爷爷是好朋友。反正就是我们2个认识晚了。就认识晚了，认识的实际上是晚了。不一定有今天的是吧？对。那可能就是只能叫哥哥了。对。工业博物馆，原来那儿就是崇刚。2块，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烟囱高头一直冒白烟儿，好像说是把钢炼好了，然后都运起走，都在那个地方。妈妈尽是给你乱讲，那些你要听爸爸的。火车主要是运啥子来？运煤炭和运。你看那儿站那个工人，他戴了一个那个像爸爸那种帽子，是怕太热了烧到起后背。戴了个眼镜，那个眼镜是个墨镜，因为那钢水很亮噻，容易把眼睛刺伤。对，他在吹啥子？我觉得他在吹鸡腿。吹玻璃，哎，快来看！我跟你讲哈，我们屋头哪个开得来机器？奶奶开得来。奶奶和爷爷都开得来那个机器。那个大炮枪你不喜欢看就算了，
摩托车的要不喜欢看我的车比较酷了。哎呀，跟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嘛。那些东西我们都用过的，你看妈妈小时候的手风琴都是那种，哎，真的是。那结果看我小时候的手风琴，没哪样东西没得，真的是没哪样东西没得。然后我给你讲个有个东西，那个是与吃有关的，你过来看一下。你喜欢喝可乐噻，你想喝可乐噻。爸爸妈妈小时候呢，没得噻，可口可乐也没百事可乐。是天府可乐。天府可乐那是重庆人自己的可乐，那像时光机一样。爸爸像2个小的时候就做过的，他调到江河江的调到江高点，从那边那个岸上一直给我坐过去。那天我带你一起坐说过道吗？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个，你看外头那个火车，城市重庆，都是那些爷爷造出来的。不是开爷爷的手。那些爷爷还是很能干。从我的祖辈开始，他们是我的东西。